我被药王谷收养了10年，医只学了3分，毒却学了个10分。下山后，我装了7年悬壶济世的神医，直到几天前苏家找上门，说我是他们报错的真千金。听说他是在乡下长大的，也不知道身子是不是还清白。有是个替嫁的，要不是嫣儿不想嫁给那个残废王爷，苏家怎么会把她找回来？没规矩的丫头，凭什么嫁入皇室？你躲什么？我不过碰你一下。乡下来的就是上不得台面。梁姐姐好心教她礼数，她倒摆上脸了。梁姐姐，别这样，姐姐才刚回家，不懂规矩也是难免的。其实身份婚约我根本不在乎，但他们不该碰我的佛珠。我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，师兄抢了我的糖，我就下药让他在茅房蹲了3天。采药童骂我，我就把他骗到蛇窟边听他哭一夜。只要中了我毒的人，活不过3日，连师傅都解不了。晏殊，你天生恶性，不比常人，若不压着，迟早要惹出大祸。动怒时就念静心咒。我装了7年泥人，久到这些京中贵女真以为能随意拿捏我？怎么连话都不敢回了？听说有些乡下地方一女还能侍2夫，谁知道你清不清白？梁姐姐，说完了吗？我问你，说完了吗？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本来就是乡下长大的，谁知道这些年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？如今不过仗着苏家接你回来，便想踩到嫣儿头上，你配吗？他最会的就是这样，永远不亲自出手，只站在一旁，让旁人为他冲锋陷战。苏小姐，你也这么想吗？姐姐何必逼我？我从未想与你争什么。是吗？可我看你明明很怕我。三殿下，怎么了？三殿下认识他？殿下，不过是乡下来的丫头，三殿下何至于？闭嘴！他当然怕。7年前，他在林间狩猎，看见正在采药的我，他拦我的路，我赏了他一点粉，不致命，只会让人痒到骨头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他求遍名医，直到药王谷来人才知道招惹了谁。他现在不敢说出那个名字，因为一旦说了，今晚就不是几句口角能善了的。是下面的人不懂事，冲撞了姑娘。姑娘大人大量，别与他们计较。殿下这话严重了，几句玩笑而已，我怎会放在心上？姐姐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你怕了？我为何要怕你？因为你心虚。你占了我的身份17年，享了本该属于我的富贵，如今见我回来，怕我抢走你的一切。我没有。这是啥事啊？有没有？你心里最清楚。太子殿下到。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不过是几位小姐说话没分寸，起了点口角。陛下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方才殿中喧闹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方才本宫在外边，倒像听见有人惊呼，莫不是谁失了礼？回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不过是臣女几位闺中好友与姐姐言语上有些误会，惊扰了圣驾，是臣女的错。这就是苏家找回来的长女。正是小女久在外头，不懂规矩，臣回去必严加管教。老三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儿臣无事。都平身吧。苏家大小姐，抬起头来。老三，你认得他？认他。他是谁？药王谷的人。何人？他是药王谷的晏殊。是毒女。
你就是晏殊。是。既是药王谷的人，便更该知晓分寸。今夜是宫宴，不可胡来。娘娘说的是，所以臣女已经很克制了。我方才不是有意推你，是失手，真的是失手。失手？你骂我的时候也失手了吗？还是说你们议论我清不清白、配不配嫁进王府的时候，也都是失手？姐姐何必咄咄逼人？今日之事本就是几句口角，你若心中不快，我替他们赔罪便是。你替？你拿什么替？拿你占了我17年的身份，还是拿本该属于我的婚约？又或者拿苏家把我找回来，替你嫁给残废王爷这件事？我没有。住口！你没有？那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你从未嫌弃过靖王，从未求过苏家把我找回来替你？我怎么，我的手好麻。现在才发现自己中毒了吗？解药，给我解药！你什么时候下的毒？你猜？你们靠我那么近，嘴又那么碎，我总得送点东西回去。放肆！陛下说谁？晏殊姑娘，今日宫宴不宜闹大，你既已惩戒过他们，也该见好就收。见好就收？他们羞辱我的时候，可没有人让我见好就收。陛下恕罪，此毒臣等看不出。当年他中了毒，也是这个表情。晏殊，把解药交出来。我最烦别人命令我。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有管束好身边的人，是我叫他们冲撞了你。你若恨，便冲我来，不要牵连旁人。燕儿又来了，他最会这一套。你真想替他们受？是。好啊，这里头有药，一人一粒，吃了死不了。至于别的，每逢阴雨刺痒发作，每至寒夜骨缝生疼，后半辈子都得记着今晚。你要什么条件才肯彻底解毒？很简单，梁小姐跪着把我断掉的佛珠一颗颗捡起来，亲手串好。至于苏嫣，我要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认清自己的身份，认她只是苏家养大的假千金，认苏家找我回来是为了替她嫁入靖王府。梁小姐跪着捡珠不过是丢脸，可苏嫣若真认了，就等于亲手把自己这些年所有的风光体面全部碾碎在脚下。你休想！那你就慢慢熬着。靖王殿下到。王爷来的正好，苏大小姐不肯交出彻底解毒之法，非要苏家给个说法。你要什么说法？他们欠我的都得还。若不给呢？那就让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也算公平。既是苏家理屈，便该认。王爷，我从未想过抢姐姐什么，婚约本就是她的，我从来没想嫁给您。苏嫣，你还真是蠢。你不想嫁就让我来嫁，你想了我17年的身份，临了还要我替你跳火坑，如今在这装什么清白无辜？你闭嘴！你凭什么怪我？是你自己命不好，谁让你被扔在外头，谁让你活该长在乡下？这才对，以后别装了，怪恶心的。父皇，既然婚约已定，不如把婚期提前。提前？是，3日之后，儿臣迎娶苏家大小姐过门。准。
你得意什么？你真以为嫁进靖王府是什么好事儿？是不是好事，轮不到你来告诉我。你别忘了，你只是替我去的。替你？苏嫣，你到现在还没认清吗？是我不要你们苏家，不是苏家不要我。至于靖王，他至少比你顺眼。你今晚闹成这样，是想毁了整个苏家吗？苏家把我从药王谷找回来，不就是为了挡灾？你别忘了，你姓苏。可我不想信。怎么，苏大人还真以为我会认你这个爹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我们好歹生了你，生了我，那你们当年把我弄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自己生过我？哼，你闹吧，你把我们逼成这样，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。那就看看是你先死，还是我先死。王爷深夜登门，不怕坏我名声？你在意这个？不在意。那便好。都退下。王爷有事。看看。苏家认回我并非偶然，有人背后牵线，借苏家之名将我从的竹楼带回京，再顺势送入你府。王爷查到的。幕后是谁？还不能完全确定，但苏家没这个本事。真正想要你进京进王府的人，在宫里。原来如此，我本以为自己只是被苏家恶心了一把，现在看来是有人把我当刀。有意思。你似乎并不生气。为什么要生气？有人费这么大劲把我送进京，说明这京城里有值得我大开杀戒的东西。既如此，合作吗？怎么合作？你替我治腿，我替你查人。还有呢？做一对真正的夫妻。王爷装得挺像。彼此。好啊，那就合作。独女配残王，这婚事可真是……嘘，小声点儿。这是一个锐利如刀，事情啊，是好奇，这么巧啊！嫁人而已，若嫁的是个废物，我就踩着她活；若嫁的不是废物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落轿！这人装的真像，可惜遇见的是我。一拜天地，二拜夫妻对拜，礼成。王妃恕罪。怕什么？我大婚之夜心情还不错。都退下。王爷这身喜服比那身玄衣顺眼，王妃也比宫宴那晚更像个新娘。可惜我不像寻常新娘那样会娇羞，会等夫君来揭盖头。本王看得出来。王爷不好奇，外头都在赌我们谁先弄死谁。好奇。那王爷压谁？
压你。这么看得起我？不是看得起，是事实。不是废的彻底。经脉堵得厉害，但还没死，是毒。谁下的？宫里。毒入骨缝，日子久了，寒天阴雨都不好受吧？习惯了。习惯不代表不疼。王妃是在心疼我。王爷想多了，我只是觉得下毒的人手法不够漂亮，既想废你，又不想你死，既要压着你，又怕你太没用了，这不像杀人，倒像圈养。所以才需要王妃。看来王爷这些年过得不怎么样，所以才更该把账算清。你倒坦诚。疼就说。你会轻一点？不会。那说与不说有何区别？这一针是王爷方才多花的代价。这桩婚事大概不会太无聊。一连3日，专挑最苦最烈的那种。王爷从前喝药也这样痛快？药若有用，苦些无妨。若没用呢？那就换给开药的人喝。王爷这脾气，倒也不像外头说的那么慈悲。本王何时慈悲过？王爷，苏家那边，御史台已经接了状子，苏大人这几日称病未出。王爷就不怕我哪天也顺手给你下一位？你若真想下，不会提前告诉我。那万一我是一时兴起？那便说明本王最近让王妃不高兴了。不装情深，不讲废话，也从不拿什么夫妻大义来压我。他只是很清楚我是什么人，也正因如此，我才愿意在他这儿多费几分心思。臣弹劾苏大人贪墨公款，结交朋党，徇私枉法。臣还要参苏大人私改亲女生辰字，妄图推婚改命，欺瞒君上，扰乱宗亲婚配。陛下明鉴，臣冤枉，臣对朝廷忠心耿耿，绝不敢做此等事。废物！是谁把东西送去御史台的？查！给我去查！老爷，外头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滚回去！夫人，快请大夫！臣女苏嫣求见皇后娘娘，求娘娘开恩。皇后娘娘凤体有恙，不见外客。苏小姐，请回吧。公公，求您替我通传一声，我只求见娘娘一面。苏家是冤枉的，求皇后娘娘救命。小姐。人被抬走时，嘴里还喊着“皇后娘娘救命”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你做的，算是。他们利用我，总得付点利息。只是利息，先收一点。本金呢？看我心情。太轻了。
王爷胃口倒大，跟王妃学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以后下手重些。本王拭目以待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像两条都不太像好人的蛇，终于在泥潭里找到了同类。幕后之人查出来了。是谁？不是太子，不是皇后，是你那位父皇。当年你战功太盛，他忌惮你，借边地旧案废了你的腿，又怕外界议论，才留着你这残废儿子堵人口咽。至于我，是他给你安排的第二把锁。你若不安分，我这把毒刀随时能插进你后心。我若失控，他也能顺手杀了我。可惜他算路了，他没料到你我非但没有互相厌弃，反而坐到了同一条船上。你那位父皇比我还毒，所以该还了。你想要皇位？我要活。那我帮你。如何？不是病，是毒。陛下放心，您暂时死不了，我会让您看着您最忌惮的儿子坐上您的位置。皇帝中毒的第3日，太子逼宫，自我在龙榻前说出是毒，皇后就乱了。太医院昼夜进出，满朝文武都在猜龙榻上的人还能撑几日。太子最先沉不住气，这场局原本就是我和靖王故意放给他的。东宫动了，终于舍得动了。他以护驾为名调了宫禁，半个时辰内就会封宫，今夜会很乱。你若不想看，我叫人先送你去后殿。这种时候，你让我避。宫里今夜会死人，我见过的死人，比他见过的活人都多。何况这是你替自己争命，我总该亲眼看着。那就跟紧我。真正谋逆容逆的人，往往都最爱把护驾挂在嘴边。父皇中毒昏迷，宫中有奸人作乱，孤奉旨接产宫禁，谁敢阻拦，以谋逆论处。你的腿，让太子殿下失望了。放箭！站稳些，待会儿还有更热闹的。你装了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今天？是你们逼的。父皇忌惮你，我何尝不忌惮你？若不先下手，等你腿好了，兵权回身，死的就是我。所以你就逼宫。太子殿下放心，
今夜之后，您大概没机会再忌惮谁了。陛下，陛下，您说话呀！太子是一时糊涂，他是担心您啊。毒是我下的，我不要陛下立刻死，也不要陛下痛快活，只要陛下清清楚楚看着自己最防备的儿子如何发疯，最看重的储君如何跪城阶下仇。陛下，您昨晚没睡好吧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和靖王合同害了陛下，又勾惑太子？娘娘这话说的不对，毒是我下的，这不假。可逼宫是太子自己带兵来的，刀也是他的人先拔的。怎么？难不成我还能按着他的头逼他谋反了？父皇，儿臣才是为了大周江山，靖王狼子野心。这就是帝王家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夫妻也不过互相算计，怪有意思的。三殿下说他自知无德无能，不敢染指储位，只求去守皇陵，为陛下祈福赎过。他倒是聪明。回王妃，奴才去取折时，三殿下才刚写完。听说他一夜没敢合眼，屋里摔了3只茶盏，落笔时手一直在抖，像是生怕再慢一步，您就会想起旧账，把7年前的毒给他补齐了。他若真不识趣，我也不介意成全他。他既然肯退，便留他一条活路。也好，胆子都吓破了，再去守着皇陵，往后每逢夜里风声大些，只怕都会想起自己是怎么从鬼门关前缩回来的。手脚这么慢，都是死人吗？备轿，我要去东宫见太子。苏家结党营私，收受贿赂，借认亲替嫁攀附权势，又替人遮掩边地旧案，罪证确凿，即刻拿办。胡说！我要见陛下，我要见太子！拿下！老爷，燕儿。王妃，苏家那位托人递了话，押送出京前想见您一面。他倒还没死心。你若不想见，回了便是。不，我见。你满意了吗？还行。晏殊，若不是你回来，苏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爹不会下狱，娘不会死，我也不会被除名流放。你就是个灾星，你一回来，所有人都没了好下场。苏家养了你什么，给了你什么？你非要把我们逼到绝路才甘心吗？苏家养我，苏嫣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回苏家的第一天，听见的就是你们商量着让我替你嫁进靖王府。你占着我的身份过了17年好日子，嫌婚约是火坑，便想把我找回来挡灾。宫宴上是你躲在后头，任由良家小姐替你出头羞辱我。后来苏家出事，你跪去宫门外求皇后，也是为了保你自己。事到如今，你倒有脸问我满不满意？可你明明什么都有了，你嫁了靖王，成了王妃，苏家欠你的，你不是早就讨回来了吗？
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？你们欠我的从来不只是身份，你们把我找回来不是认亲，是拿我当刀使，当替死鬼。如今棋盘翻了，刀口回到自己身上，就开始喊委屈了。不是这样的，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回来，你凭什么毁了我？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靖王会真心待你吗？晏殊，你这种人心狠手毒，连亲生父母都容不下，谁会爱你？那也轮不到你操心。磨蹭什么？还当自己是苏家的大小姐呢？他还等呢，等什么？苏家都倒了，谁还回来捞他？听说是受不住风寒，夜里便没了。真的假的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押送的人是这么报的。苏家那个假千金姿色还在，半道被转手卖去了边城最下等的窑子。唉，从前多风光，如今竟落到这步田地啊！谁叫他命不好，偏撞上了真的那位？什么命不好？是他自己作孽。是真是假都不重要。他从前最怕失去体面，出门时衣裙不能有一道褶，见客时珠钗不能偏上一寸，连一句闲话落到耳朵里，都要红着眼装半日委屈。如今这世上，早已没人记得他那点体面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靖王，承宗庙，安社稷。太子在牢里，皇后倒了，三皇子在皇陵，剩下这些人翻不了天。臣恭迎新帝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晏殊，你这样的人，迟早会惹出滔天大祸。他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惹了，可那又如何？站那儿做什么？看陛下替人做针线活。穿珠不算针线活。你倒有耐心。答应过你的事，总得做到。收。松锦可还合适？还行。今日朝上有几个老东西盯着你看了很久。看便看，他们若不服，我也可以送他们去陪先帝。晏殊，你现在是皇后。皇后怎么了？难道做了皇后我就得改脾气？我方才在外头
想起我师父了。想他什么？想他若知道我没按他说的做个好人，反而一路做到了皇后，大概要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那就让他爬。陛下，礼部与宗正司的大人们在外求见，说是来请示册后大典的规制。宣，娘娘即将入主中宫，当为天下女子表率。这内训与册后规制，还望娘娘熟记。后宫以和顺为贵，娘娘以往的行事做派，入宫后该收敛些，免得惹人非议。两位大人说了这么多，我只问一句：这些规矩里可有哪一条写着皇后不能杀人？既然皇后问起杀人，刚好这里有一桩案子，冷宫旧井里刚挖出一具无名女尸，尸骨发黑，死状诡异，绝非寻常宫卫私斗的手段。这不是宫里的毒，这是药王谷的救毒路数。发黑入骨，阴毒之极。这毒，我师父见过。娘娘，这等秽物碰不得啊！骨缝发黑，指甲断口被阴湿之气浸透，布料上有散不去的药味，不是性境遇害，这人死了至少5年。5年，而且不是被一时灭口，他生前长期服用过压制神志的药物，像是被人长久困在宫中，反复喂药控制，直到失去利用价值才被处理掉。传旨，今夜冷宫之事不准走漏半点风声。遵旨。陛下饶命，奴才什么都没往外说，只是这2夜，奴才负责在附近清扫，总听见井边有女人在低低出声。什么声音？像是在念经，奴才以为是撞了邪。念的什么经？奴才听不真切，只隐约听到什么神清古明，不垢不灭。那不是经文，是我从小被师父逼着背熟的静心咒残句。眼书。衣料上的药味，不是寻常宫闱私斗会用的阴毒。那是什么？是药王谷一脉才识得出的旧路数。宫里有人学过我师门的东西。娘娘，大典当日的起居、仪仗各局都已备齐，请娘娘按宫中规矩一一核验。规矩我都清楚，放下吧。娘娘，这是太医院刚熬好的安神汤，大典繁琐，喝了这碗汤，娘娘凤体才能安躺，请娘娘按规矩服下。谁给你的胆子，拿婢子汤来试皇后？娘娘息怒，这分明是安神汤，老奴怎敢？拿下！加了碎骨子和藏红花的安神汤，你当药王谷的人是摆设？娘娘果然懂药，可就算你没喝，只要今日这店里闹出动静，明天前朝就会传出新帝后宫不宁，帝后刚立便失和的流言。这碗汤本就不是为了绝皇司，而是为了给陛下的新朝局添一把火。先皇后留下的暗线，就这点手段，拖下去，留活口细审。娘娘若真想查，就去问问当年到底是谁把你师父请进京的。登基大典上的钟声还在响，可对我们这种人来说，没到底的旧账比龙椅上的位子更让人睡不着。先帝这些年把这后宫、朝臣，甚至是他的亲骨肉，全当贼一样防着。老嬷嬷死前留的话不会凭空捏造，当年能让我师父进京的，除了皇帝，还能有谁？晏殊，那不是我师父的字迹，
落款的名字，我甚至从未在谷中听过。一位师叔，恶谷，这2个字竟然会堂而皇昭地出现在先帝的旧档里。我从未听我师父提过这位师叔，更不知道药王谷和这皇城竟然有这么深的牵扯。从这张帖子的时间来看，早在苏家把你找回来之前，甚至在你还未下山时，先帝就已经知道了你。当年他防着我，所以借边地旧案废了我的腿。我原以为苏家逼你替嫁，只是后宫为制衡我随手布下的一步险棋。现在看来，他是把药王谷也算进去了。这条线他埋得比谁都早。我师父当年下山，不只是为了看病救人。礼成，百官朝贺。臣等拜见皇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皇后娘娘出身药门，行事狠辣，频动杀伐，实在不符我朝祖制。中宫乃天下母仪，岂能由一介独女？王大人张口祖制，闭口母仪，不如先看看自己脚底下的泥洗干净没有。娘娘此话何意？臣一生清正，岂容你这般污蔑？上个月初3夜里，令郎在城南私并前太子旧部，连递了3封密信。这桩事，王大人是真不知道，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摆？娘娘明鉴，臣万死不敢。本宫这双手确实沾过毒，也杀过人，但本宫杀的都是该杀的鬼。你们若觉得本宫不配坐这个位子，大可以把家里的烂账都端上来，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。方才在大殿上，你压得很稳。他分明知道自己儿子手脚不干净，怎么敢挑今天这个日子死谏？这不像是在阻拦我封后，更像是有人故意把他推出来送死，逼着我当众亮当。先帝留下的旧局没散，暗处的人还在试探，他们想看你手里到底还握着多少把柄。只怕试探还未停，旧账就已经找上门了。娘娘，方才不知是谁在殿外留了这个。娘娘，殿门外不知被谁放了这只匣子，送匣子的人已经被侍卫扣下了。送匣子的人在哪儿？立刻带进来。师兄，原来你还认得我。你早年就被逐出谷了，怎么会带着师父的信物入京？师父死前曾给我留过口信。什么口信？他让我无论查到什么，都绝对不要进京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因为我查到的东西太要命了。我顺着师父留下的线索往下追查，我查出先帝当年曾秘密派人进了药王谷，不仅进去了，还从谷里带走过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就是死在冷宫枯井底下的那具尸骨。冷许女尸，药王谷，先帝，这根本不是宫里偶然沾上药王谷，而是宫里早就把手伸了进去。师父的死也是因为这个。你师父到死都没告诉过你，你当年为什么会被他带回药王谷是吗？师父当年为什么要把你带回药王谷？我是苏家遗弃的女儿，他路过都也分不出。你以为你只是个被丢弃的普通婴孩？当年师父带你回谷时，你身上系着的是半截皇家织金的襁褓带。皇家？既然知道是皇家之物，为何当年不继续追查？师父查过，但他查到一半，就强行斩断了所有线索。为什么？
他只留下了一句话：别再查了，知道的太多，活不久。所以，苏家真千金，可能只是我被推到明面上的一张面具。把查到的东西都拿出来。这是师父死后，我循着他留下的痕迹查出的人。第一，冷宫枯井里那具5年前的女尸；第二个，当年奉命前往药王谷传旨的太监；第三个，先帝身边一个失踪多年的女官。这个女官当年负责什么职分？先帝的后宫药库。药库、冷雨女尸、入谷的太监，还有我身上的皇家襁褓袋，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织好的宫闱死局。沈渊，这最后一个人，没有。并案起居记、后宫封赏册，关于德妃的记载干净的过分。她是先帝早年的妃子，就算病逝，也不该只有这寥寥几笔，除非是有人刻意把她从宫里的历史中抹掉了。越是干净，越说明有问题。找到了。德妃夜败无状，忽而发狂，伤宫人3名，后以烈药灌之，方得平息。发狂伤人，靠服药压制，这症状和我自幼被佛珠和静心咒压着的恶骨失控几乎一模一样。像你？不是像，先帝接触天生恶骨这类人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早。冷宫枯井里的那具无名女尸根本不是普通的灭口案，那具尸骨很可能是当年替德妃试药的人，又或者是知道的太多被一步处理掉的知情者。这不是单一的后宫秘闻，这是先帝当年在宫里秘密进行的一整套试药与控制。既然有试药，就一定有调药的方子和进药的记录。我去太医院查当年的药档。朕去查德妃当年住过的旧店，看看能不能从遗物和旧人证词里挖出东西。万事小心。你也是。如果德妃的症状和我一样，那先帝当年用来压制她的药，绝不是寻常之物。胫骨藤，胫骨藤，这是压制恶性发作的关键药材之一。德妃旧案和我自己终于被这一味药真正连到一起了。胫骨藤和佛珠、静心咒一样，能强压恶性发作。这么大的用量，常年不断，先帝到底在宫里压制什么人？停药的时间，正好是我被苏家找回的时候。先帝替药不是因为局迫了，而是因为那个人已经被推到了明面上。难道从一开始，我就是他挑中的那把刀？查到了什么？若我从一开始就是被人挑中的一把刀，你还敢把我留在身边吗？你若是刀，我也是，谁握谁还不一定。今晚这风真邪门儿。死人了！不仅是灭口，更是毁证。纸灰还是热的。他还没烧完旧档就断气了。不是临时被毒杀，是提前服下的封口药。只要被擒、受惊，或是试图吐露实情，
药性就会当场发作。查到哪儿哪就断线。宫里这不是零散的知情救人，是有一条有组织的余党暗线，正在主动自毁。这药的配法不像太医院的成药，更像是我早年见过的药王谷外门流出的一种残方。谷里还有别人进了京，而且正在替某股势力清理痕迹。陛下，宫外急报，说城南一家药行深夜突然起火，火势极大。一家药行起火，也值得连夜递报。巡城营的人在火场外听到，里面有人临死前喊了一句话。喊了什么？谷主饶命！陛下，城南药行突发大火，烧成了废墟。有没有火口？属下赶到时，只听见火海里有人临死前喊了一句：“什么？谷主饶命！”药行失火，谷主饶命。备马，微服出宫。不对劲儿，怎么了？即使烧成这样，残存药材的摆放也极有章法。相克的药材被刻意隔开，剧毒之物全在碧光防巢的最底层。这绝不是一间普通药铺，经营这里的人深谙药理与毒性。这是药王谷的印记。看来我们对对了，公众毒案背后确实藏着药王谷的旧线。这么多名贵药材和毒物，全都没走明账。等等，你看这几笔大额药材的流向。边军，大宗私药暗中运往边军，太子余党加上这批药材，他们想在军中生事。这已经不是一桩宫廷灭口旧案了，这是兵变的苗头。我必须立刻回朝，连夜彻查军中这条线，把当年在兵部替他们遮掩账目的人挖出来。那我继续顺着这间药行和药王谷的印记往下查。好，分头行动，万事小心。皇陵，这条药线怎么会牵扯到那里？账册最后指的地方是皇陵。我跟你去。你去？他未必是主谋，但一定见过东西。我去了，他才知道该交代什么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殿下在皇陵等什么人呢？那批药是怎么进的皇陵？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是有人借着祭灵的名义，隔三差五送东西进来，名义上是香烛纸钱，可那些盒子里装的全是药。什么药？一种能让人短时间发狂，事后又会暴毙的药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报？我报给谁？我一个被幽禁的废皇子，我敢报给谁？我怕你们杀我，更怕他们杀我，我只能装瞎。你真装瞎了。殿下，皇陵不是单纯关你的地方，这里是他们药线的一个中转点。他们把药放进来，你一点都没碰。我怕死，我截了一部分。我本来想留作保命的把柄。拿出来。这东西怎么了？这东西和当年父皇给靖王下的是一路数。800里加急，驻北军数上校尉夜里突然狂互相残杀，军心大乱。陛下，边关怪案绝非偶然，公众毒案未平，边军又生乱象，皆因皇后出身药门，行事狠辣，这一连串祸事，他难辞其故。够了，边军若失控，前朝余孽必会趁乱而起，你们还有心思在这里攻讒皇后？陛下，既然事出药毒，臣妾请命亲自前往边关查毒，稳军心。荒唐！皇后离宫出京，抛头露面，与组织未有先例，成何体统？若皇后离京，天下威严何在？大局何在？边关将士正在送命，你们要的是规矩，还是要命？皇后出京，朕亲送。他们说后宫不得干政，皇后擅自离京，有违祖制。陛下，这几位大人都在殿外跪着，让他们跪。朕的皇后不是被困在宫墙里的摆设。边军怪案与药线案局牵扯极深，我不亲自去，这颗钉子拔不干净。朕陪你一起拔。明日，朕便以巡边为名，随你同赴边关。京城这边的暗线，老三在皇陵盯着。
沈燕随驾同行，继续查药材的来路。这天下，朕与你共治。听说了吗？皇后干政，这都要亲自去边关了。刚立的新朝，怕是要乱啊！我们前脚刚走，京里的流言就起来了。看来暗处的人确实急了，急了才会露出马脚。有刺客，这边！药王谷企图不配母仪天下，别中激将法。主子，火戳了。你刚才用的不是死士的路数，你是药王谷外门的人。谷主倒是好眼力，还没忘本。当年我不过贪了些药材，就被你那好师傅废了双手，逐出外门。凭什么你这个天生恶骨，他却要当个宝贝一样护着？外门早散了，你们这群丧家之犬，是谁把你们重新聚起来的？哼，朕没什么耐心。是陆庭山，陆先生。我师叔，你算哪门子失职？陆先生说了，你师父当年就不该留着你，你这种恶骨就该被炼成天下最听话的毒刀。所以，师父这些年的沉默和压制，从来不是为了防我，而是在替我挡刀，挡住师门的算计，也挡住先帝的眼线。陆庭山在哪儿？他在咬碎毒囊。企图，陆先生已经在边关等你很久了。陛下，末将无能，营中从昨日起接连有人无故发狂，六亲不认。只有这几人？不是，各个刑杖都有，根本压不住。放开他们，这不是发病。水里有毒，全营的水都被动了手脚。这药不要命，但会无限放大人的惊惧和暴躁。只要喝了这水，一点口角就会变成死战。下毒的人是要这支守边大军从内部彻底大乱。传朕旨意，立刻封死营中所有水井，从城外重调净水。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不得饮用营地旧水，将已发病者全数单独隔离。遵旨。慢着，你亲自带亲信，暗中把守粮草和军械，防着有人趁军心动摇，把这场毒局推成兵乱。这药性不对劲，师妹，这东西像不像当年师父提过的一味旧药？群心散。对，只是被人改过了，变得更狠更阴毒，专克军心。陆庭山，他不仅要边关大乱，还要逼我眼睁睁看着药王谷背上祸君之名，断了师门最后的清白。这步伐只有师父走过。若有一日陆庭山出现，便说明先帝旧局未决。若你已经走到不得不回头追查自己来路的那一步，去北境黑崖下找当年替你接生的人。原来他早就知道陆庭山是个祸患，也早就料到我迟早会被卷回这身世局里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在替我挡着师门、朝廷，还有那些我根本看不见的杀机。
我顺着营帐后的脚印，找到了我师父留下的东西。先查完边关这一局，查完这边，我们一起去北境黑崖。好。急报，副将带兵哗变，已经杀过来了。边营的事一了，朕便陪你去黑崖。师父既然留了信，黑崖必然有陆庭山的根基。陛下，娘娘，出事了！孙副将受毒性影响，认定朝廷借查毒之名要清洗边军，正带着几百人闹营。哗变，他体内的毒会放大惊恐与狂躁，一旦见血，整个大营都会彻底失控。朕倒要看看谁敢在朕面前拔刀。朝廷根本没想救我们，横竖是个死，不如拼了！拼了！退下！别被他骗了，杀过去！这药物能压住你们体内的毒火，若真想死，现在就可以拔刀，不用等朝廷动手。堂堂大元皇后，如今也得靠毒来压人。陆庭山，师妹，你看看这些兵卒，全都是因为你的仁慈，才变成这副模样。我用毒是为了强压毒火，救下他们的命，而你用毒是乱军害人，辱没师门。哼，师门，药王谷早该换个活法了。我们在黑崖见。陛下，臣刚才制服叛军时，在孙副将身上搜出了这个，这是京中的兵符。边军哗变，京中有人接应。陆庭山背后还藏着朝中的大狱。陛下，边军哗变绝非天灾，乃是人祸。皇后身为后宫妇人，擅自离京干政，致使军心不稳。老臣死谏，请陛下治皇后离京之罪，以安边军，以正朝纲。请陛下正朝纲。皇后娘娘，后宫不得干政，您还要扰乱朝堂到何时？边军哗变确实是人祸，只不过这祸不是我惹的，而是你埋的。娘娘休要血口喷人，老臣一生清正，岂容你随意污蔑？一生清正，那这账册上为何记着你与太子旧部勾结，借药材转运之名，在边军军药里动的手脚？皇陵要县、边军闹营，还有陆庭山的行踪，你们算准了帝后离京，想借边军的乱子在京中翻盘。祖制礼法，她是朕的皇后，不是你们规矩里的笼中雀。传下，大理寺彻查，所有账册上的人一个不留。朝堂的账算清了，可我的账还没查明白。师父为什么挑中我？先帝为什么盯上我？德妃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第一轮清党结束，边军也压住了，所以，我是不是能暂时卸下皇后的差事？卸下。这一次，不是回京讨债，而是去把自己的命翻个底朝天。轻骑已经备好，沈燕在宫外等着。我跟你一起走。都备妥了。他终于来了。
这串尖子当年就是那个人亲手给你戴上的，为的不是寻常安神，而是给你压命。你见过我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当真以为苏家抱错孩子只是一场意外？那是有人故意把你送进苏家，用苏家千金的身份做幌子，把你从皇城那场必死的局里藏出去的。那我师父呢？他在里面算什么？你师父不是后来才卷进去的，他从一开始就在替他挡杀机。这串佛珠压住的不仅是你天生难驯的恶骨，更是在遮你身上那道一旦露出来就会被故人认出的印记。所以他这些年的严厉和打噎，根本不是怕我生事，而是在替我保命。德妃旧案，你这苏家真千金的身份，不过是一道遮掩的门。那我到底是谁？你要找的答案不在苏家，也不在药王谷，在下面。是药王谷的方子，但熬制的手法被人改成了宫中太医院的路数。看来当年药王谷与皇城之间确实有一条不见光的暗线。永安13年冬月初8，这正是我出生的时辰，所以我根本不是什么苏家抱错的千金。我从出生的那一夜起就被秘密转移，成了一枚被藏起来的棋子。阿穗，你是阿穗？你叫我什么？这双眼睛错不了，你是娘娘拼死保下来的阿穗呀！你到底是谁？先帝当年为什么要追杀一个刚出生的女婴？从来不是普通女婴，而是你身上带着的能掀翻整个德妃旧案、撬动皇权底脉的活证。那我师父呢？他在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？你师父，他分明救了你2次命啊！第一次，他冒死把你从宫里的死局唤出来，送进苏家藏命；第2次，他怕仇家顺藤摸瓜，又亲自去苏家把你带回药王谷。你手腕上那串佛珠根本不是为了压什么恶蛊，而是为了替你遮住命根，替你挡灾啊！原来这些年他让我忍，让我压着脾气，从来不是怕我惹祸，而是怕我被人认出来。告诉我，德妃死后，到底是谁还在暗中追杀我？找到名单上的人，当年那个带头追杀你的主谋，姓。有人灭口！火势太猛了，出不去。黑崖根本不是答案的终点，而是救皇权灭口局重新启动的起点。